宋威龙爱上的最后一个男人不是合作女演员，而是张凌赫。内幕离谱到想不到，宋威龙2026年心动竟指向张凌赫。两位帅哥同频语言 bug 曝光，全网笑疯。年终开局，谁能想到2025的倒数惊喜会是他？如果说2025年的娱乐圈是过山车，那年尾的那一下绝对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就在大家以为年末只会有颁奖典礼、跨年舞台时，结果宋威龙这个一年忙到像陀螺一样的男人，突然以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冲上热搜。不是新剧开播，不是新恋情曝光，而是一个离谱程度堪比喜剧剧本的消息。他年末锁定的最后一个男人竟然是张凌赫，网友当场炸裂。什么展开？这剧本换编剧了吗？这两个人怎么扯到一起了？如果你也满脑子问号，那么你一定更需要往下看，因为这段心动故事不是爱情，却比爱情更绝。它始于一个普通的年份，却在一个最不普通的瞬间爆发。而故事的开端要从宋威龙这一年仙气与憨气共存的奇妙轨迹开始讲起。仙侠虐恋火到出圈，他却在片场暴露天然呆属性。上半年他和鞠婧祎合作的仙侠剧一上线，话题热度直接冲天。白衣、长发、深情，他的出现让无数观众重新相信古装美男的存在。可戏里的深沉稳重，一到戏外就像被夺走权限一样瞬间消失。比如有一次剧组聚会，大家一起举杯，他站起来一脸认真说：来，我敬，我忘词了。全场沉默2秒钟，随后爆笑失控。谁能想到，一个把深情演得那么稳的男人，脑子偶尔会像突然断网。导演当场扶额，他不是花哨，是缓存不够。也正是这种反差，让观众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冷酷的帅哥，骨子里装着一个会自己给自己发系统错误提示音的灵魂。搭档赵今麦甜到飞升，但本人依旧憨到离谱。下半年，他与赵今麦组的温差 CP 甜度几乎溢出屏幕，身高差、微妙互动、自然氛围都甜到网友嗷嗷叫。然而，戏里的他稳得像山，现实中的他依旧像一个人形 bug 发射器。综艺跳舞时左右分不清，被赵今麦夸得一脸懵，我是不是其实跳得挺好？全网哄堂大笑。拍花絮时，他举着手机拍照，每张都像灵堂照。张婧仪无奈吐槽：你把我拍得这么奇怪正常吗？他反驳：是灯光问题。灯光？导演？网友：他是认真的吗？所有人都被他天然的憨吸引住，但没人知道，这个搞笑 buff 将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彻底升级。真正让他系统故障的男人出现了，张凌赫。真正的故事转折点发生在一次毫不起眼的小采访。那天宋威龙本来要说给老师，结果语音包突然自我解压，把话说成给老子。工作人员的嘴角从克制到抽搐，但最好笑的还在后面。坐在他旁边的张凌赫笑到憋住，轮到他发言时，他却直接把给老子方言无冒犯说成给老几。两人对视1秒，下一秒同时爆笑，弹幕直接癫狂。这是同款语言故障？他们是不是共享一个语音服务器？别讲普通话了，你们两人会害死人。那一刻，所有人突然明白，这不是口误，这是同频率的灵魂互相识别。长得帅，却像两个被调到同一频道的喜剧主持人。你以为两个帅哥坐一起会很养眼？错，这是最致命的误解。他们俩完全把帅当背景板、主页饰，让彼此语言故障更严重。一个说错词，另一个马上补刀；一个严肃讲话，另一个突然给出迷惑回答。他们像两个外表完美的花瓶里装着相同的笑点芯片。真正的笑点是他们不用做效果也能让全场崩溃。网友总结得非常精准，他们是同款搞笑体质双人组，每一次互动都像精准踩在观众笑点上。例如某次采访，宋威龙：我今天想表达，算了，你们懂吧？张凌赫：他表达不清楚，但我也听不懂。又或者，宋威龙念错词，张凌赫淡定接话：
没关系，人都是会犯错的，尤其是你。这已经不是互动，这是一种互相带跑偏的绝妙默契。网友总结，这根本不像合作关系，是心动关系吧？友情也可以这么甜？好家伙，我现在懂什么叫同频了。真正打动宋威龙的，不是帅，而是懂他的笨。娱乐圈帅哥比比皆是，但懂他、接得住他的笨，甚至能跟他一起犯同类口误的，只有张凌赫。宋威龙曾说过一句非常真实的话，有些人是同行，有些人是能一起笑的人，而张凌赫就是那个同笑型搭档。不是暧昧，不是绯闻，而是在一个要求完美的行业里，有人允许你不完美。这种稀缺程度比爱情还珍贵。当官方宣布两人将共同参与跨年演出，评论区瞬间爆炸，网友纷纷表示，节目组求备2套字幕，我怕听不懂，我要看他们谁先口误。这是今年跨年的最大悬念，粉丝甚至已经不磕颜值了，而是磕他们到底能制造多少语言事故。因为这种真实感、接地气、零滤镜的互动，让大家意识到，明星也是人，也会憨，也会犯错。他心动的是那个让他放松的人。前半年的宋威龙靠角色惊艳观众，后半年的宋威龙靠真实征服观众。而张凌赫的出现，让他第一次有种终于遇到同类的轻松。他们之间没有暧昧，但有一种比暧昧更珍贵的东西，被理解的安全感。网友因此说，宋威龙2025年最后心动的男人就是张凌赫。这里的心动不是爱情，而是一种同频带来的舒适与信任。真正动人的不是八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回看这一年，宋威龙与张凌赫的每一个语言 bug 名场面，都在提醒我们，原来最让人着迷的，不是完美、光鲜、无可挑剔的形象，而是自然、真实、会犯蠢、会笑到停不下来的那一面。他们的存在让很多人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就是能让彼此放松的同频感。难怪网友会说，跨年我已经锁死这对老字老几组合了，因为他们带来的不是八卦，而是让人感觉轻松、快乐、真实的能量。这份快乐，我替大家科报。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实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你觉得老字和老几跨年会整出新的名场面吗？你最喜欢他们哪一次语言 bug？ 你的每一个评论，每一个互动，都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别忘了点个订阅，留个评论支持一下。我们下次再见。